然后就是在这里的话，因为本次的采访呢是采访的41号玩家，他是我们高级地编班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开始回到这个41号玩家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来。然后就是41号玩家，您如果在的话，就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发个声音。哎，好的，哎，好的，好了，好的，大家好，我是摩登地班41号玩家。这然后个，这里的话，我给大家展示几个图片啊，就是正好他也介绍一下自己家乡什么的。好的，就是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网名啊，包括那个家乡等等的情况。这图片大家也知道是加买鸭，我也是来自湖南常德的，湖南常德的加买鸭，还有以及牛肉粉这些耳熟的熟人，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或者尝试过，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来游玩。至于我的网名的话，这个41号玩家是当时临时想的，因为原本的名称也是一个符号，符号的话大家也不好读，也不好打上去作为作品宣传。但现在已经想好了自己的昵称，就嗯叫詹姆森森。这个詹姆嗯森是我自己本名音译过来的，以后 嗯 B 站还有 A 站都会将使用这个昵称发布自己的个人作品。嗯，那个大家也可以就是后续关注一下这个4G 玩家自己的这个频道啊，Jameson 沈，就在哔哩哔哩上您已经可以关注我的，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放内容。对，然后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验吧，因为我看你那个介绍之前提到过永劫无间，所以我就放一些他这个永劫无间的作为背景，然后你可以讲讲自己的工作经历等等。我个人的工作经验的话，其实很短，只有3年多的外包模型经验，但同时也让我接触过许多风格不同的项目，一些风格化呀、日本之类的，像主要还是手游诸多，但嗯最主要还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永劫无间》这个项目。其实当时也不知道《永劫无间》会这么火，当时做的作品的话，它的美术标准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那些倒角啊、面数啊，以及一些弧度，都有一些明文规定，都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角度，还有碰撞也是的。当然身为新人的我也是知道了什么叫做美术标准的那种质量。后嗯续做后续做完这种永劫无间相关的物件之后，也让我一直像这种项目标准作为自己的规范，以后嗯以后自己的作品也是按照这种规范来的。嗯其实相关于这个游戏的话，当时我接触到的物件其实是很小的一个道具，就比嗯如说当时是一个这个防御符文，就有六个那种预示的符文嘛，也就是我当时这个小组一起做的。嗯其他的高端的物件的话，也只能说当时身为新人的我也是打打杂而已，并没有接触的更深。嗯。嗯，然后就在这里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这个41号玩家同学的几个主图吧，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您的镜头一，然后给大家也看一下，这是过程图。我在给放这些的时候，可能就请您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您这个自己做作品花费的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个精力啊等等。因为那个最开始作品刚放出来，就有同学比较在意这方面，就是想知道就是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作品，您是花了多少时间来做的？这个时间的话，那花费的时间从当时开班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年的时间了。因为当初选题，当时腾飞老师也跟我们说过，选100×100米的那种题目是最好的。我一开始也是想的图一，就是镜头一的话也是100×100的。然后嗯后续我又看到比其他的一些图片也又想做一下，然后又后续加了镜头2、镜头3、镜头4。嗯但我的镜头3、镜头4跟
其他学员的镜头，其他镜头可能也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一个镜头等于一个小小地图了。嗯，但结果好在是好的，对我个人的第一个大型游戏场景作品还是很满意的。对于嗯，时间的分配，像我这种磨磨蹭蹭熬了接近1年的话，我只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最重要的话，还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话，看是收获还是非常巨大的。对，就是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大家能经常看到的规模的情况。然后我们一般来讲是推荐大家是能做成一个可以直接跑过去的完整的这么一个地图。然后那个作品的规模呢，我之前看到的学员一般来讲是比41号这个玩家同学的要小。然后咱们就正好说到您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麻烦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里的话，您应该是第一个镜头是有那个对应参考的。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截了一些图片，就是这个原作者这个 Daiwin Lee，他在您发表这个作品之后的话，还来那个点赞了一下在您作品上。然后正好就是可以借您之口稍微讲一讲，就是您找第一个这个镜头的时候，就找他参考，当时是一些什么情况，包括您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些都可以讲一下。找这个原画的话，一开始也是主要腾飞老师课程里面也有告诉我嗯们告诉我们如何去找参考，如何去做自己的图。我也是花了接近1、2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了这个德文斯的这个这个原画。嗯他的这个原画也是非常详细的，也非常符合腾飞老师所说的那些标准。其上面的文字啊、元素构思啊、参考的氛围，以及一些建筑参考，以及一些道具参考，其实都有。这对我刚刚接触地面场景来说，只能说非常棒，非常有帮助。嗯，是，感觉他在第一个镜头这边应该能帮您节省不少的这个时间。对，它也让我找到一个方向。然后就是您是找他是花了1、2周时间才找到，对吗？就是也是自己慢慢去 ArtStation 找吗？对，每天晚上花一点点时间翻一下嘛，找到嗯一些合适的存下来，存的多，然后最后再筛选出来吧。到时候有时候你有一些图选多了，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你也可以发给腾飞老师，腾飞老师也会告诉你适合哪一个嗯。系做一些。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高级编班同学应该是比较特有的吧，就是这个规划图这里。然后您也可以稍微给大家讲讲您这个规划图的一些情况。我这个规划图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去找了一下那些氛围，因嗯为原作者的氛围的话和我其他3个镜头并不相匹配，嗯所以花了一些更多的时间去找像山水啊，就比我这个就是元素在于张家界、武陵山、还有天天山门，最主要这个几点。但后续腾飞老师也给提供了相关的线索，也加入了一些桂林的一些元素进去。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这里的话，你是规划了，就是这4个镜头，它是那个就是怎么样一个顺序？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就是您最初的设计是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大地图是吧？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一个走过来是的，这个样子。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地图太大了？对您来说，感觉好大对，呀。嗯后面发现实在是太大了，我电脑已经带不动了，我电脑是显卡是2060 Super 的，我后续嗯已经实在带不动了，然后我就分成了4个小地图开始做的。嗯，就是这个大家那个就是自己硬件好的话，可以考虑更大一些。是的，是的。
然后我看您介绍说，就是相当于只有您第一个镜头是有比较完整的参考的，后续的镜头是自己一点点慢慢规划出来的，是这个情况对吧？嗯，对的。然后就这里的话，就可能得请您稍微介绍一下，就后续的这个学习流程啊，工作流程。然后这里的话，您之前是提到过一个艺术家是这位，然后就是他叫Paco，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位艺术家。然后您好像是参考了它里面的一些技术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这个帖子。就可能直译过来的话，就是说用这个 Lumen 的 Nanite，然后怎么在游戏引擎里面重新给这个一个实体场景打光的这个。然后您这里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找这个技术性参考的一些过程等等。一开始选这个艺术家的话，最主要是还是构图，因为我发现他的许多构图对于我来说很好入门，也很好理解。嗯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它很符合我现在做的一些道具啊、氛围啊都很相似，比较相似，嗯。还有一些摆件也是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构图以及作为一个参考，一个改图。改图的话，其实也是要按照我自己脑袋里面去想的，在 PS 里面随便堆叠了几下就出来了。嗯但这比较粗糙，后续加工的话还是在腾飞老师的校正下，嗯。再改了一些细节的构图，让它看起来更加完美、更加舒适。然后这里的话，我就稍微多说一下，就是这位艺术家相当于是比较高产的，他应该是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场景，他应该是做了很多类似于这个寂静岭啊，包括《Last of Us》这个粉丝向的这样的重新打光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是比较多的来实践这些光影追踪这些技术。就是大家如果关注他的话，会发现他会经常有这个新的这个帖子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包括我看您是这张图，就是说你在借鉴他的一些那个场景里面的构图，对吧？相当于还有氛围等等。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麻烦您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些学习习惯等等，包括就是我看您这有非常多的这个笔记图，您可以给大家讲讲自己的学习过程。这个学习笔记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做的，因为我花费时间已经够长了嘛，因为有时候晚上只学习了一节课程，说又会隔了2天才会学第二节课程，所以之前的课程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就嗯一边看视频，一边截图，一边在 PS 里面进行把笔记抄录下来，这样嗯。子自己也记住，以后的工作上我觉得也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一边上课一边记笔记，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学习一下。这应该是构图那部分，你相当于是，所以感觉相当于就是把那整节课变成一张图了，是吧？就可以快速的后续看了，相当于。对对，就像一个公式一样，直接把它给抄录下来了，有什么需要就去瞄一眼。然后这里的是您不同的笔记图片，是不是？对对对，这都是腾飞老师那些课程，嗯嗯就每一个干货我都记录下来了，也是嗯简化了一下。嗯，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挺牛的。然后就是大家在使用我们的播放器的时候，就目前播放器是有这个快捷键的，截图的快捷键。然后包括像之前 CC 本身也有这个快捷键，还有工具可以截图。就大家这个后续如果想做自己的笔记的话，都可以截图等等。感觉这是挺好的一个学习方法。然后，哎，您之前在工作中也是有这样的习惯吗？还是说就仅仅在学习这个的时候？嗯，工作中也有一定的习惯吧。就比如说，嗯我有时候工作时候，有时候一个项目、一个物件来反馈了，嗯有时候那些写反馈的大佬，他有时候写的一些话，我也就比较听不懂，不知道到底在讲我的问题到底有哪些问题。这时候我就会去找组美或者组长去帮助，然后他们那些话呀，我都会记录下来，
让我更加详细的知道要改进到什么地方。那这种习惯也跟随到了这种课程上，总结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好。嗯，然后我可能就是放一些其他图片，然后哎对，这正好有这张图片，那这个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些你是在整理这些资产对吧？相当于这是您那个场景中的一些东西。是的。这个图片第一张左上角的话，就主要是我找的一个资源，因为我当时找这个相关的吊脚楼的模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资源，但我之前的我这边工作也对这方面模型方面也有一些非常熟悉的经验，我就从各种资源东拼西凑出来的，然后有时候面数也会很多，就比如说这个瓦片，它这么小一个拳头。一个巴掌大的一个瓦片的话，它就有3万多个面，所以我有时候也会顺便优化一下模型的面数，还有一些贴图的质量。这也是因为我之前做外包的时候养成的习惯，都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去优化一下，所以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嗯，然后就是这个您的制作过程，我还是给大家再放一下，就是您这些过程图片。还有这里的话，就是您有任何想讲的内容的话，都可以讲一讲。就是我就把您4个镜头里面的这个过程图片，我就给大家挨个翻一翻。然后您这里有想说的地方，就是随意可以停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看您是每一个图迭代过程都非常多，都迭代了好多次。啊，这已经到镜头2了。镜头3。哎，41玩家同学，就是您这个画面，我在这儿翻的时候，您能看到对吧？对的对的。嗯这话主要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吧，没有提问的话就能过吧。嗯，行，那我给大家先翻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迭代过程。这是我看好像挺多什么速降啊，包括什么那个散翼啊，经常到这个天门山这里。然后这远处这感觉跟天门山那个造型挺像的。对，这个就是我拿天门山的照片改的。嗯，挺好。对，那个我记得有人在您视频下面说那个人物动作这个有点僵硬，但我感觉这个似乎不是重点，但大家看我也您那个，我也不懂这个，这是为难我呀，所以就我就我能怎么办？我们能做出来其实就行了。大家要求可能比较高，他可能看你的作品比较好，就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效果，这样。然后，那这块儿我们让大家那个如果有问题的话，让大家提下问题吧。就是各位，大家在看到41号玩家同学的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哔哩哔哩上打字出来，然后我这边读给这个47号玩家，看他如果愿意回答大家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他解答一下，这样子。好，这个背景呢，我就把这个41号玩家同学的这个作品，整体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问题可以提。但其实您这个动画里面的，包括动物啊，还有人物，其实已经还可以了，我没感觉到那个不是特别好的情况，这已经挺好了。哎，有一位同学问您，就是您学习3D 到工作，就是都要包括做这个作品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哎，您那个工作之前，比方说花了多长时间学习？然后您工作是工作了3年，对吧？然后这个作品的制作跨度是大概1年时间。那你就再跟这位同学介绍一下，就包括工作之前的学习的时间呢？当年的。工作工作之前，当时也是去网上随便找了一家
一个好像是汇众教育，当时也是报了一家3D 班。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打算去他们那里学原画的，结果当时好像是当时基础班一下学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又告诉我没有原画，只能去武汉那边。好，因为当时我也比较年轻嘛，只有18岁，然后跟着一些朋友也就一起选择了游戏这个行业。但是大大概概游戏场景、手绘还有人物也都学过，大概学了1年半的时间。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游戏场景这方面，因为我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一些。也就之后就进入了一家外包公司，开始长达3年的工作时间。就是您这个3年经验，然后开始学地编，我感觉是正好的时间，挺好的呀。这个时间不长也不短，我感觉正好是可以来学的，因为大家基本也需要2-3年时间对这个相关岗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经验嘛，然后可以开始了，往其他的那个方向更高的这个地方发展。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在这里可以问？然后就正好趁这个41号玩家同学在的时候，大家感兴趣的这个可以多问一问。然后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可能就让41号玩家就讲讲自己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啊等等这些，然后就可能要开始进行收尾阶段了。就是问您之后的工作发展倾向是想去游戏研发公司是吗？然后问您那个工作量感觉特别大，然后他又问了一次，就是做多久这样子？就是您那个后续的一些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大概可以介绍一下，如果想说的话。其实当时的规划的话，也和我之前选题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当时报班之前也是看到了黑神话悟空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想着，我就感觉这个3A 的话，就未来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我就立马就决定选择报这个地编班。还有个制作时间的话，这个模型的话，我中途大概断断续续替换资源 Max 里面重新烘焙，也有1-2个月的时间吧，反正每天晚上花一点点时间去做。对，就是您正好是有这个相关的经验，就是你可以把这些不合理的东西，相当于自己又重新做了一遍，对吧？对。要不然的话，我估计您电脑可能就更受不了。就正好是这个优化什么的，自己都会，我感觉挺好。对，他那个瓦片当时找的资源有几百万个面，我随便对叠几个，我的内存就开始爆了。后面我就优化成了1-2对了，千个面。您那个对应的显卡的显存是多大呀？2060S 是吗？是6GB 还是多少？6个 G 吗？还是8个 G 的？我记不清了。6个 G 吧，内存的话就是12个 G。对，那您这个我感觉这个优化的还是很好的。对，这个课程里面有专门的优化章节，就是大家后面如果来参与课程，可以看到有整个一章节是在讲这个优化的内容。对的。那优化课程的话，也是其实和我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也非常用得上。研发公司。就是有人问您，就是后续是想做这个游戏地编岗位是吗？还是可以想继续做这个3D 场景岗位？其实他俩有的时候是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对的。现在这个地编岗位的话，其实感觉你既要模型，又既要这方面的能力了。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在研发公司里面的职责是有一定的重叠的。但我估计，您后续是更希望做这种控制更大场景和
有更大责任的岗位，对吧？相当于肯定是想往上面那个那再肯定是要再发展。往低边方向走的呀。嗯我这方面，其实这方面行业的规划路程的话，摩登老师也有过介绍，腾飞老师也会介绍，就嗯，是就摩登老师这个官方账号下面视频都会有的。对。然后正好说到这儿，就是咱们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您跟那个腾飞导师之间的交流的这个，就是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反馈的这些过程。我看好像就有点类似于说那个工作里面给您反馈这样，然后你去修改这样子。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反馈过程的话，在工作中写反馈，除非你遇到特别特别好心的写反馈的大佬，他才会像腾飞老师这样子给你讲这么详细。所以说我对于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清楚，每一步也是知道哪里有哪些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反馈的过程的话是非常棒，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因为腾飞导师也介绍过他也是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那个习惯带过来了，就是给大家写这个表格。就是您来做的话，其实只要您愿意的话，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么一个反馈表。就这样，这样就要方便大家去这个修改自己的内容，这样。然后，对了，就最后因为您这个选题，我感觉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您这规模呀，这是还比较不寻常的一个情况。就是您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下来，包括您这个之前的学习经历啊，包括工作经历等等，有没有一些能给大家总结的一些经验，或者是给这些年轻的同学一些建议等等，跟大家讲一讲？首先的话，初学的话，我建议你图一定要选小，不要像我这样子。选的话，像之前也有同学，像阿岩同学啊，还有一嗯个 RT 一个土木老哥的一个图也嗯，是让我记忆犹深，他们的图也是小，相对于我的来说肯定是小的，对但是小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也更快、更好的时间去先学习好这个流程，对对对，也有时间去精力去深化这个场景。像我这么大的场景，其实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精进的，但我感觉我已经磨不下去了。是是是。对，那个您之前提到那个阿岩同学呢，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镇子里面，然后有一条街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街的几个不同拐角，然后做了四个镜头这样子。然后 对对对，RF Winter 20那位大佬，老哥，他是主要是还原了一个镜头，然后他只不过就是把这个镜头你可以往里面走，一直走到那个港口那里，它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小的这个场景。然后就是，如果像41号玩家同学这么勇敢，然后做这么大规模的，那就是首先我感觉他是基本功很扎实，而且自己也很懂优化的情况下，才能有可能控制好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说，那个大家那个如果要是感觉自己能力比较好的话，当然可以挑战一下。但是如果要是您是比方说经验相对少一些的同学，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规模。那当然了，就是您硬件如果特别好，比方说您的什么显卡、内存、电脑都特别好的情况，那就可能相对少的考虑优化这些问题。就比方说，您可以把中间像41号玩家同学，您刚才介绍是中间优化了1-2个月是吗？相当于。对对，它这个即使我优化成了这个样子的话，我后续渲染视频的时候，我渲染就比如说我的跑图，就那么短嗯短的十秒钟的时间，我的9秒，对，我的破电10秒。我的破电脑硬生生给我炫了1-2个小时，我实在接受不了了。嗯，好。稍微一个改动啊，我就感觉到崩溃的边缘见了。嗯。这位同学就是一直在问您问题的同学，他是自己感觉他做作品就只有一个镜头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思路。就是像您这种后续相当于自己研发了3个镜头的情况，这个
就是像那个高级街边班这里，可能等一下让41号同学自己讲一下，因为这边腾飞老师还是介绍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方法论，就是怎么从无到有把一个镜头给想清楚，就是正对的，正好对的，就是看这看课程里面这个图，都有的。看这个图也能大概看出来，也让41号同学你再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您自己是怎么想出来其他3个镜头的这个过程？主要一开始我找的原画就比较已经有清晰有那种图了，那个地图嘛，嗯，对，像从左到右这些大地图都是腾飞老师教程课程里面都会说的，也会一步步教我们怎么来。像这个大地图啊，一些路标啊，对这些腾飞老师都有说。你想了一段跑图的路径了之后，然后你就去找你想要做出来的图啊，就比如说，呃，腾飞老师在讲构图的时候就有十五种常用的，我就选了大概3种比较常用的，而且又简单的，比如说 S 型构图啊，放射性构图啊，C 型构图啊，我就这4种图我基本上就用的这种构图，同嗯时也是训练一下自己的构图思维嘛。嗯。好，这个同学大概知道您的这个意思了。嗯，成。那个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此结束。然后大家对这个作品感兴趣的话，我会尽快剪辑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在哔哩哔哩上看到直播的回放的视频。那好，那就是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然后感谢41号玩家接受我们的采访。